乌克兰内部的新纳粹分子是口出狂言，说我们要先把俄罗斯打崩溃了，然后呢就南下打中国。那么如此狂妄，他又意欲何为呢？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说这个话的呢，是乌克兰的最高拉达的议员，就是他议会的这个议员，他是一个极右政党乌克兰社会国家党的这个领导人，他叫尤里西罗丘克。这个人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也是比较极端的新纳粹主义分子。他讲是什么呢？他讲现在我们乌克兰要一定在西方的支持之下呢要这个大崩溃这个俄罗斯。这个把俄罗斯全部给它干掉，然后呢，我们就突进到乌拉尔地区，然后呢，突进到高加索地区，这样呢，就进入西伯利亚，从西伯利亚呢，就是南下，我们就能征服中国。那这话说的是非常的狂妄，而且呢，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在乌克兰的西部利沃夫地区这么一个公开活动中讲这个话的。你知道那个地区，那就是乌克兰的新纳粹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这个大本营嘛，那基地嘛，严格的来说，它其实跟乌克兰这都不是一回事的。它那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天主教地区，而且那个地方的人口呢，人家也自认为自己是这个白人这个族群，和你这乌克兰、俄罗斯的这个东斯拉夫人，我们不是一回事。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出这些极端的话来，特别能够迎合当地民众的内心民粹的那一块需求。不过通过这件事我们能够看出，虽然说呢，这个并不能代表乌克兰政府的态度，而事实上，乌克兰这个政府和我们之间也是保持着比较良好和正常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乌克兰内部的这个新纳粹势力呢，其实已经在这个国家的决策层面，在行政方面，在军事层面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话语权，并且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掌握着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乌克兰的内部也是相当的复杂，而这些新纳粹势力能够上台，这是美国10几年扶持的这么一个结果。美国当年搞颜色革命搞这些东西，包括2014年的乌克兰政局的巨变，这就是美国搞的。那个如果就以乌克兰的宪法来说，它都是一次地地道道的这个政治政变美国是要用这一块势力来去颠覆乌克兰这个呢很明显的新纳粹势力在乌克兰里边所的能量可不小。第二一个呢，俄乌冲突的进入到现在这个关键阶段这其实是新纳粹势力和乌克兰内部的极端势力呢，他们是要破坏一个未来和平解决、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这么一个基础。你想想如果说这个能够在我们中国提出的这个和平框架之下，能够解决乌克兰问题，或者是先形成停火，然后大家坐下来，在这个框架之中来进行再进行谈判的话，那这些新纳粹和极端势力他们怎么办？他们很显然会被边缘化、被排斥，甚至被清洗的这么一个对象。这个乌克兰内部的内斗也非常的厉害所以现在他必须把这个基础破坏掉。而且美国呢，说从根本上来说，他也不希望俄乌冲突进入这个和平的状态。当然了，他如果是他美国国内的党争太厉害，美国自己的实力如果是在往下降的话，他也不可能长期的去在这样大力度的支持乌克兰，他也希望这边有一定缓和，但是从长期和整体上来看，他不希望这个地方能够太平。第三呢，我们看这些乌克兰内部这些新纳粹分子，其实呢，他是在配合美国、配合西方来进行一种舆论上的制造舆论上的议题，制造这种耸动的舆论效果。这个你听起来都是狂妄的，就觉得非常可笑的话，可是呢，他这个东西说多了之后，它会形成一种舆论的效果的，就是它让人们感觉就是说这个中俄是一起的，这正是美国和西方想把中国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的这么一个目的，不管真假，这个话说多了之后，就会让人从内心里产生这个第一的感觉，第一印象就是这就是他的险恶用心之在，他叫污化我们中国。而且我们中国提出这个和平方案之后呢，那是要冲击美国的这一套的，所以他肯定不干所以从这几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乌克兰内部以及整个俄乌冲突这个形势还是非常复杂的。